今天我们将深入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每周市场观察报告。本周市场的核心主题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犹豫宽松。上周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央行一系列的动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联储。尽管美联储如期降息25个基点，但其声明的语气并不像市场预期的那样鸽派，这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降息之后，美元反而反弹了，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小幅走高。通常情况下，这对黄金来说是利空的消息。然而，市场真正的主角黄金投资者却用行动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非但没有被吓退，反而大举买入黄金 ETF。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报告明确指出，滞胀的担忧，也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担忧，仍然是市场的主旋律。投资者似乎正在将黄金视为抵御未来不确定性的首选避风港。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数据，看看市场的全貌。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2页，来看一下每周市场观察这张核心的条形图。这张图清晰地展示了上周全球主要资产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录得 0.3% 的周度涨幅，而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更是达到惊人的 40.4%。 白银的涨幅更加抢眼，周度上涨 2.1%， 年度涨幅高达 49.1%。 相比之下，美元小幅上涨 0.1%， 而油价基本持平。在收益率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周上涨了6个基点，这对无息资产的黄金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在同一页的右侧是全球 ETF 的流量图表，这张表非常关键。我们看到的是紫色的柱，代表是每周资金流入或者流出。最近几周资金流入非常显著，推动了金价持续攀升，并创下了新高。这印证了我们刚开始所说的观点，尽管宏观环境看似对黄金不利，但投资者的避险需求异常旺盛。接下来我们看第3页，关于黄金的详细数据。报告指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黄金价格已经攀升至每盎司 3663.2 美元。右侧的图表，全球黄金 ETF 需求为我们展示了资金流入的来源地。可以看到，北美地区是这次黄金 ETF 购买潮的绝对主力，远超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下方的 COMEX 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净多头头寸图表则从期货市场的角度揭示了市场的情绪。所谓净多头，简单来说就是看涨黄金的合约数量减去看跌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基金经理净多头头寸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这表明专业的投资机构对黄金的后市依然非常看好。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跳转到附录第10页 COMEX 的持仓图表。这里的数据更加具体，截至到9月16号，基金经理的净多头头寸高达 499.16 吨，加上其他类别的投资者，总净多头达到了 796.49 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看涨头寸，显示了市场强大的看多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支撑金价上涨呢？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给出了我们的答案。这个模型将金价的变动分解为几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我们来看最近1周的数据，也就是最右侧的柱状图。动量和经济扩张是正向的贡献者，说明市场的看涨惯性和对经济前景的某些预期支撑了金价。但同时，机会成本包括外汇和汇率的变化是负向的拖累，这完美解释了我们看到的市场现象。美元和利率的走强在压制金价，但强大的买盘动能和避险需求最终让金价录得了上涨。我们再回到 ETF 流入的情况，第17页和18页分别展示了每周 ETF 流量和年初至今 ETF 流量的详细数据。从周度数据来看，
全球黄金 ETF 上周净流入38吨，其中像 GLD 黄金信托这样的旗舰产品一周内就流入了将近20吨。而从年初至今的数据来看，全球黄金 ETF 总计流入达到惊人的563吨，其中北美市场贡献了314吨。这说明黄金作为投资组合中的核心配置，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青睐。最后简单看一下第19页黄金市场交易量，这张表显示了全球黄金市场的流动性的状况，包括场外交易和交易所交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个市场，交易都非常活跃。8月份全球黄金市场的日均总流动性接近2900亿美元，这表明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好，投资者可以轻松地进行买卖。了解了基本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请看第6页的黄金技术分析，这张图是黄金现货的周线图，报告的分析非常精辟。黄金在冲击3700美元这一重要心理关口时遇到了阻力，暂时停下了脚步。当然，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3700美元已经告破了。同时，日线图上的相对强弱指标也从超买区间回落，这暗示着短期内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盘整或者小幅回调的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牛市的结束。报告指出，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有助于消化前期过快的涨幅。更重要的是，图表上正在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持续形态。在技术分析中，三角形通常是趋势中继的信号，意味着在整理结束后，价格很可能会延续此前的上涨趋势。报告还为我们列出了关键的支撑位和阻力位，这些点位对于交易者来说是制定策略的重要参考。当然，黄金的走势离不开美元和实际收益率的影响。我们来看第12页美元指数的周线图，图表显示美元指数虽然在下跌，但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长期支撑位附近。如果这个支撑位守住，美元短期盘整的可能性会继续，从而给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再看第13页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的周线图，实际收益率是持有黄金最大的机会成本。目前实际收益率处在一个关键的2年区间的支撑 1.59% 附近。如果收益率无法跌破这个位置，同样会对黄金的上行空间构成了挑战。结合这两个驱动因素来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黄金在3700美元这个关口会遇到一定的阻力。顺便提一下白银，对于关注白银的朋友，第14页白银月线图给出了非常乐观的信号，白银已经强势突破了多年熊市的一个重要斐波那契回撤位，趋势非常强劲。技术上来看，下一个目标价位是2011年8月份的高点 44.17 美元，甚至有可能挑战历史最高的 49.804 美元。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月线 RSI 也进入了超买区间，这提醒我们在追高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份警惕。那么未来这一周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重点呢？首先回顾第4页上周的宏观背景，上周除了美联储，英国央行按兵不动，日本央行则宣布计划出售 ETF， 向政策正常化又迈出了一步，而中国央行则维持利率不变。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在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接下来请看第5页的未来这一周的图表，这里为我们列出了这一周需要密切关注的经济数据。对于全球市场而言，重中之重是周五公布的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它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市场对未来降息路径的预期。如果通胀数据依然高企，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可能就会降温。此外，周三的美国新房销售数据以及欧洲和英国的制造业采购人经理人指数也将为我们提供全球经济健康程度的一个最新线索。
当前市场正在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拉锯战当中，一方面坚挺的美元和实际收益率就像两座大山，压制着黄金的上涨空间，但另外一方面，对于滞胀的深层忧虑正在不断驱动着避险资金涌入黄金 ETF， 为金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从技术上来看，黄金正在经历一个健康的盘整期，可能为下一步上涨积累力量。那么你认为黄金会是先迎来一波回调，还是直接突破阻力再创历史新高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分析和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详细的报告解读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周市场分析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